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马识途，不是老马糊涂的节目啊。马来西亚的邻国新加坡最近真的是面临多事之秋，总理夫人何晶深陷台湾口罩风波，疫情也在最近每况愈下，现在呢还有要超越马来西亚的迹象。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问新加坡的朋友们，你们还好吗？愿你们一切安好。然后也要特别感谢新加坡的政府，因为你们愿意扛起你们的责任，照顾来自马来西亚的客工，这一点让小马非常的感动。还记得3月份的时候，当马来西亚宣布封关的时候，数以万计的大马客工呢漏夜跨新马，就是为了回到新加坡工作。你们总理说，新加坡人今天能够有着优质的政府主屋、世界一流的机场和四通八达的地铁网络，客工们有着很大的功劳。他仅代表全体的新加坡国人向客工表示感谢，甚至承诺会照顾好他们。所以在这里呢，小马不得不给新加坡政府一个赞啊！客工们离乡背井到外地打拼，辛勤工作，其实只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呢，却鲜少有当地的政府会珍惜客工们的付出。所以有这样的政府，我认为会给人民有着很大的安全感。我也呼吁新加坡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对你们的政府有信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新加坡政府都有着杰出的管理经验，有廉洁又有效率，所以你们一定要对政府有信心，同时做好自己的本分。我相信就如总理李显龙所说的，客工的家人们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照顾好你的亲人，让他们健康地安全地回到你的身边。所以如果连客工他们都那么照顾，身为新加坡公民的你们，我相信政府更加会竭尽所能守护着新加坡。当然，除了新加坡政府，除了总理，我认为身为第一夫人的何晶也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于台湾的口罩风波几次纷纷扰扰的交手里面，他放上了一则贴文，他说他欠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个道歉，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小马今天特别请了 VS 来和大家分析。错是双方都有的，但是搞到今天这个局面啊，为何只有何晶主动低头呢？台湾1号领导人与李正浩呢？失踪了吗？怎么没反应了？哟，大家好 ，VS 在这里想和大家问安。抗疫战还在全球打着呢，而局势时好时坏，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话，大家还是 stay at home 吧。今天开麦的主要是要讲3件事情的，都与 no do no die， 也就是 Chinglish 的不做不死有关联的。首先我想要分享关于新加坡总理夫人何晶的风波进展。最近呢，何晶对事情的反应是温和友善的，也有着不计前嫌的意思在里面。话说到这里，你说李夫人能止住情绪不回呛，已经是很友善了。友善到什么程度？你们看完后自行判断吧。他最近在 FB 分享了一则帖子标题是蔡英文网军横行闯祸，口罩外交失败。这贴文他表示本身不同意片中的部分内容，因为过于偏向台湾的日常政治观点，并说他欠台湾总理一个道歉。同时呢，他也有在文中提到一对母子，母亲带着儿子到台湾医治耳鸣，令他病情有改善。他说台湾是这名儿子的救命恩人。关于此事与其他种种的支持，我衷心的赞扬台湾，并说在这疫情里面没人是孤岛，呼吁大家互相帮忙战胜疫情，鼓励大家加油。然后呢，往下一看，他的贴文里分享了正经龙凤配的节目，里面批评台湾政府使用的口罩外交、台湾网军横行、出征闯祸等，批评现任政府的举动导致新加坡和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呢恶化了，然后就引起另一番的争论了。是时候又回敬观点的时候了，准备好了吗？Hello， 青蛙或者听他们的米和粉丝们，拜托别再下摔
台湾的国际形象了好吗？可以理性点分析状况和局势吗？有人说啊，片和文不搭，嘿，人家都说了不完全认同节目里的内容了，你会不会看字啊？一个东西有规定说要多少%的认同才能够在网络上分享吗？100%还是1000%呢？你个人认为是有理据就好了，不是吗？况且我看过了里面的内容啊，总结了一个词，犯贱。不要对号入座了，我没有说一定是你，而是还没有搞清楚事实之前呢，就破口洗版别人的网军。如果你是，欢迎你对号入座，里面说的确实是事实啊。你们既不用，又禁止他们出口罩，然后搞到多事情，人家还要自己拆机器回到自己的国家弄呢，而且时间不是1天哦，而是1个月，而且那公司占大股的是国家。今天你们洗版的这个对象啊，是一直有跟进这件事情的人来的，人家还没有骂，只是一个就给你们李家青蛙军团出征了。现在别人说没有生气的必要，还拿出赞扬台湾在医疗界对新加坡有恩的赞扬，所发的影片也是有理据和事实的，不然你要他赞你们什么呢？骂得好，说得赞，台湾 No.1， 青蛙们醒醒啦，别再给蔡英文和李正浩利用了，你看他们现在躲在后面，连句道歉都说不出口啊。第二，针对何金的态度转和呢， BBC 东森新闻的名嘴有话说，他说新加坡的态度转和呢，绝对不是因为口罩，而是面临断粮的危机。他还在片中提到，南部国家有2个国家呢是面对断粮的危机的，一个不能说，另一个呢就是新加坡啊。针对事情1和2呢，我想一并的说啊，先低头的不代表错到完哦，也不代表它一定是基于某种利益的，别先加啦。新加坡与各国的关系良好，它需要引进粮食，一定需要用你吗？你当我们东南亚的几个姐妹国是透明的吗？马来西亚的物流运输还是有走动的，它的人民要买日常用品，新加坡买不到还是可以网购的。如果新加坡真的是面临断粮的危机呢，他第一个会找的是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周边国家啦。不止你台湾有农业的，ASEAN 的成员国也有，这大家庭不是拿来摆的。等你台湾，他们要运回机器都要耗1个月的 SOP， 要真的断粮啊，等你们早就饿死了啦。按这样的逻辑，你认为夫人她低头真的是为了利益？那只能说他很重视这份外交情谊啊。如果是要台湾由绿变红，我觉得娃娃军团你们真的做到了，让世界看到你们比泼妇还厉害呀。即便如此，我还是相信有一群理智的台湾人在旁看着这群高智商的青蛙们在表演。请问媒体和台湾的青蛙军团们可以别再损台湾了吗？第三，我们看到网络界有艺人呢，在努力的为在家的民众啊，透过网络直播个人的音乐分享会，这是件美好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呢，也有一些网民啊、网红啊，甚至是艺人呢，利用影响力在网络发起了 Corona Challenge， 做了一些舔马桶、墙壁等等的事情，目的是要证明自己不怕病毒。虽然 VS 觉得他们很勇敢，不过梁静茹给的勇气呢，他们用错地方了。现在的形势看来，你越高调说自己不怕，命中率更高，因为你没做防范，而事实亦是如此。不少公开说或秀的，都比中乐透更幸运了。在这些身边发生的事情上呢，我想说，一些事情如果不做是不会死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好呢，别人云亦云，如果是友善的可以跟，如果你是不确定的，可以先停一停，分析和查明，再判断行与否。跟风要跟对风哦，跟错了就要去荷兰了。今天大家又有没有一些想法呢？欢迎讨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好，
VS 说完了，你对于何金夫人说她欠蔡英文一个道歉有着怎么样的看法呢？又或者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工作的客工说呢？又或者本身你真的是一名离乡背景在外工作的客工，但是却被人当作外劳看待，又或者甚至有人当你不是人的这一种经历呢？欢迎与我们分享你的故事，你愿意分享，我们就愿意听。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下期见，拜拜。